你觉得自己正在碎掉，不是表面看得见的那种碎，而是内心深处静静裂开的那种。你发现自己不再能撑，不再能扛，不再能假装什么都没事。你感觉很痛，但又说不出来痛在哪里。你哭，你沉默，你好像什么都做不了，甚至连祈祷都觉得太远。你以为自己坏了，以为自己正在崩解。但亲爱的，请你静静地听我说，你的破碎正透出一道光，那不是结束，是开始，是一场重生，一场由内而外的更新。你以为你碎了，但其实是你内在的壳正在松动。那个曾经保护你的角色，那个为了被爱而扮演的样子，那个撑了太久的假装坚强，正在裂开。不是你不够好，是你已经准备好，不再靠那些东西生存了。你的灵魂在说，我们可以回来了，我们不需要再用防卫去换爱，我们不需要完美才值得被看见。这就是破碎的意义，不是失败，而是还原，是一种回到真实的仪式。当你破碎，你终于有机会看见自己里面藏着什么。是委屈吗？是害怕吗？是太久没被拥抱的脆弱吗？你不需要急着粘回去，也不需要急着好起来。破碎是灵魂的重组期，你需要的是允许自己不完整，因为真正的光不是从完美中生出来的，而是从裂缝里渗进来的。你的破碎才让你开始接收爱，那是一种你不用再撑的爱，不用再装的爱，不用再证明的爱，是你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是，也依然值得的爱。而这样的爱只能从破碎里看见。当你不再扮演谁，你才能真的遇见你。当你肯承认疼，爱才会靠近。不是你不够好，是你太真实，所以才那么痛。因为你愿意卸下那些假装不痛的铠甲。这样的你是灵魂最勇敢的样子，不是跌倒，而是落地；不是失败，而是回家。你不需要修复，你只需要陪伴那个碎掉的自己，一边陪，一边说，我看见你了，你这样也没关系，你这样也值得被爱。当你这样对待自己，你会发现光真的进来了，不再只是外面的阳光，而是从你心里发出来的光，一种从裂缝中散出来的柔和，从不完美中绽放出的真诚。那是世界最需要的光，也是你最珍贵的礼物。所以亲爱的你，别怕破碎，你破碎的地方正是你重生的入口。光会从那里进来，也会从那里温柔地照亮你。你是不是正经历一段说不上来的混乱？明明外在没发生什么事，但你内心就是很乱，乱到无法集中，乱到连休息都觉得不安。你会怀疑，是不是自己出错了？是不是又没把人生安排好？你开始焦虑，开始自责，开始想逃离这个不稳的状态。
但亲爱的，请你慢一点，深呼吸，然后听我说。乱的时候，其实是你最接近真相的时候。因为一个人会乱，是因为某些旧有的秩序正在被松动，某些习惯性的思维已经装不下新的灵魂频率了。你会混乱，是因为你正在觉醒，不是你坏掉，不是你退步，而是你开始看见了更深的东西。你开始察觉自己根本不开心，只是以前没时间承认。你开始发现，有些关系不是爱，只是长期的忍耐和互相适应。你开始问自己，我活得够真实吗？我在走的这条路，真的是我想走的吗？这些混乱的情绪，这些突然浮现的念头，不是偶然，那是你灵魂在拉着你，说够了，我想回家。你可能会觉得害怕，会想把这些想法压下去，但压得越久，你就会越痛，因为这不是负面情绪，这是清醒的讯号。混乱的时候，其实是你的感知被打开了，你开始看见那些你不想面对的真相，而这些真相从来不是为了打击你，而是为了还你自由。你自由的关键就在你愿不愿意穿越这场混乱。你愿不愿意不急着修复自己，不急着荡回正常的你？你愿不愿意留在这片浑浊里，然后一点一点的诚实起来？你会发现，当你不再想逃的那一刻，你开始真正看见自己了。你会看见，原来你一直好努力，只是没人看见你的辛苦。你会看见，原来你一直以来都在压抑自己想说的话。你会看见，你真正想要的生活样子，从来不是你正在活的这种模式。这些真相都藏在混乱里，都等着你愿意诚实去看。而当你真的看见，你就自由了。你不再需要压抑，也不再需要说服自己我很好。你可以说，我其实不喜欢这样活，我其实很累，很想停下来，我其实需要爱，需要靠近。你说的越诚实，混乱就会越退去，因为你正在把自己带回来。你越乱的时候，越是真相靠近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的你最无法假装，最无法照剧本演出。你只剩下一个选择，就是真实。而这个真实，就是你整个生命最核心的力量。某个瞬间，心突然碎了，不是因为什么剧烈的打击，而是一种无声的崩塌。你忍不住哭，却又说不出为什么，只是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痛慢慢淹没你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自己哪里坏了？是不是自己不够坚强？你拼命想要振作，想要赶快把自己粘回来，但越想越乱，越补越碎。你以为这样的你很糟糕，你以为这些裂痕让你看起来不完整，但亲爱的，请你静静的深呼吸一下，然后相信我，那些碎裂
都是为了让光穿透。我们常常以为，要完整才有力量，要坚强才配被爱。但真实的力量，从来不是来自完美，而是来自你愿意诚实面对破碎的勇气。因为只有裂缝出现时，光才能进来。只有你愿意松开防备，生命的温柔才有空间靠近。每一个你觉得自己崩溃的时候，都是灵魂在轻声说，我们不需要这样了，不需要再装坚强，不需要再假装可以承受一切。你碎的不是你真正的本质，而是那个你扛太久的外壳。你碎的是那些早已不适合你的期待，那些过时的信念，那些压抑太久的情绪。这些碎裂的声音，不是毁灭，是重启，是宇宙帮你撕开一道门，让你从黑暗里走出来。你会发现，每一次裂痕都带着一个祝福的入口。也许当下很痛，但后来的你会感谢它。你会感谢那段哭得撕裂的日子，感谢那段什么都撑不住的时候，感谢那段觉得一无所有的夜晚。因为就在那些时候，你才终于开始听见自己的声音，你才终于问自己，我想要的是什么？我为什么一直不快乐？我还能怎么活？这些问题会带你去到一个新的地方，一个只有你可以去的地方。那里不需要你完美，不需要你强大，只需要你真实。所以不要害怕碎裂，请你允许自己哭，停下，什么都不做，不是放弃，是回来照顾那个你遗忘很久的自己。你可以慢慢地说，我在这里，我愿意不再逃了。当你愿意这样说，裂缝就不再只是伤口，而是光的通道。你会发现，某些没说出口的痛终于得到释放，某些没被看见的渴望终于开始发芽。这些光会一点一滴的照亮你的内在，不是一次就完成，而是慢慢的，日复一日。你会变得柔软，变得稳定，也变得自由。你不再害怕破碎，因为你知道光从那里来。你是不是正在经历一段混乱？明明付出了很多，却感觉离自己越来越远。你试图控制，却越来越无法预测。你想要努力，却提不起劲。事情不再照计划进行，关系出现你说不清的变化，你内心也开始有些动摇。你想问自己，是不是该坚持下去，还是该停下来？你以为自己卡住了，你以为这是低潮，是终点。但亲爱的，请你停一下，深呼吸一下。混乱不是终点，是转向的门。你现在经历的一切，并不是结束，而是邀请。宇宙在温柔地推你离开不再适合你的地方，推你看见你真正想要的方向。你会感觉混乱，是因为你的灵魂已经无法再忍受过去那个不完整的你了。你不想再假装坚强，不想再过着没有连结的日子，不想再活在别人的期待里。
你不想只是撑下去，你想开始走向自己，而混乱就是转向的征兆。它不是阻碍你，而是逼你停下来。因为如果你不乱，你不会停；如果你不痛，你不会问我真正要的是什么。所以，混乱是一种爱的表现，是宇宙对你说，那不是你的路了。你准备好换方向了吗？当你开始松手，开始不再执着于旧的结构、旧的身份、旧的方式，你就会慢慢看见一条全新的路正在为你打开。不是靠头脑规划的路，是从你心里长出来的路，一条你从来没走过，却感觉熟悉的路。一开始，你会迷惘，你会不知道要往哪走，但请记得，迷惘不是错，空白不是失败，它们只是转向的过程。就像列车在换轨时，会暂时停住，你现在正是在那个交界点上。你看不清，是因为你正在转弯；你感觉乱，是因为你正在脱离轨道。但这条新轨道，正是你灵魂为你准备的方向。所以请你不要急着回到稳定，不要急着回到你熟悉的位置。你已经不是从前的你了。新的你需要新的选择，新的空间，新的节奏，而这些全新的可能，只能在混乱里被发现。因为唯有混乱，才能拆掉你一直依赖的模式；唯有混乱，才能让你真正放下旧的剧本。所以，请你不要害怕现在的混乱，它是灵魂在敲门，是宇宙在说，是时候换一个活法了。你不需要立刻找到答案，你只需要允许转向发生，让自己走慢一点，听清楚内在的声音，允许一切不确定，因为这正是转化的开始。混乱不是惩罚，是礼物。而你现在所站的地方，不是绝望的尽头，而是转向的门口。请你踏进去，不急，不怕，不退缩。你会看见，这场混乱之后，你会走上一条比你想象中更接近灵魂的路。你是不是常常觉得自己正在往下沉？不是情绪不好一天两天，而是一种整体的低落感，像是掉进某个洞里，怎么爬都爬不上来。你会开始问，我是不是退步了？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？是不是我不够努力？你不懂，明明已经这么用心，为什么还是摔下来了？你试图振作，想快点站起来，却发现身体也累，心也撑不住。那种跌落感，像是灵魂没地方着陆，只能无声地往下坠。但亲爱的，请你停下来，慢慢的，让我告诉你，灵魂的跌落不是错误，而是正在寻找新的地板。我们总以为一直往上才叫成长，一直在光里才叫进步，但其实灵魂的扩展常常是往下走的，往深处走，往你从未靠近过的真实与空白之间走。这种往下的感觉才是真正的扎根，因为你以前踩的地板其实早就不稳了。
你一直靠着撑，靠着习惯，靠着应该要怎样在撑着，而灵魂知道那样太辛苦了，它想让你换一个更深更稳的地板，但在那之前，原本那块必须先碎掉，所以你才会跌落，才会觉得整个人垮下来。不是因为你不够坚强，而是因为灵魂不想你再撑了，他想带你去找到真正可以承载你的地方，一个新的内在支点，一个你以前从没信任过的自己。你会在跌落里开始看见一些平常不敢看的事，你会发现有些努力是为了换认同，有些坚强是为了逃避孤单，有些习惯其实只是让你不必感觉而已。这些看见会很痛，会让你怀疑一切，但请你记得，这是清理，是灵魂在为你打地基。你不是失败，你是正在重组。灵魂从来不怕你崩溃，他怕的是你一直假装没事。跌落，让你终于放下那个撑太久的自己。你会感觉很空，很没方向，但空才是新的东西可以进来的空间。你会发现，慢慢的，某些话你开始说得出口了，某些泪你开始敢哭出来了。你开始不再想证明什么，开始不再急着往上走，你反而想要慢一点，稳一点，真一点，这就对了。因为你正在接触真正的地板，不是外在的掌声，不是谁的肯定，是来自内在的稳定感，一种从跌落里诞生的安全。那种稳定，不是你撑出来的，是你放下后自然升起的。你不需要再强撑着做回正常，你只需要允许自己往下沉，沉进内在，沉进你真正的渴望与需要，让灵魂在最深处为你铺一块新的地板，一块你可以安心站在上面，呼吸、生活、爱的地板。等你准备好了，你会发现，你站起来的那一刻，不是靠冲刺，而是靠你终于愿意做回你自己的那份稳定。最近的你，是不是常常感觉不稳，心浮浮的，身体没来由的疲惫，做什么都提不起劲，有时候连简单的选择都觉得很难。你不太确定自己要什么，也不确定什么还适合自己。过去熟悉的事物突然变得模糊，人际关系也有些变动，像是你正在走离原来的生活圈。你想要努力找回稳定，却发现越想稳住，心越是混乱。你开始怀疑自己，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是不是又回到了老样子？但亲爱的，你不是退回去了，你正在往里面走。你不是不稳了，你只是正在卸下不属于你的稳定。一切不稳，都是为了稳在真正的地方。过去的你，也许学会了很多方法去撑住，撑住情绪，撑住角色，撑住别人对你的期待。你以为那就是稳定，其实那只是你用尽力气维持的一种安全感假象。但你内在早就知道，那样的稳定太沉重，太疲惫，太不自由，
灵魂知道，真正的稳定不是来自外在条件，而是来自你内在的真诚。所以它开始慢慢让那些撑不下去的地方松动，那些你一直忍耐的关系开始变得透明，那些你一直习惯的忙碌开始让你感到空虚，你开始无法再用过去的方式生活，因为那不再是你要的了。你觉得不安，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正在脱离原本的轨道。这段不稳的过程，不是摧毁，是重整，是灵魂要你重新选择，什么才是你真正想留下的，什么才是你真正想靠近的。真正的稳定，不会来自你努力维持的平衡，而会来自你愿不愿意真诚地面对自己。当你愿意承认，我其实不想再这样了，我其实很累了，我其实渴望真正的支持，你就开始在内在重新建立地基。那是一种新的稳，一种不靠人、不靠角色、不靠表现的稳，是一种你可以在任何状态下都不丢失自己的稳。它也许很微弱，很不明显，但它会慢慢长出来。从你选择不勉强自己开始，从你开始说实话开始，从你愿意停下脚步开始，你会发现，有些看起来失控的事情，其实是在帮你回到真实。有些你以为自己做错的决定，其实是在为你打开新的空间。当你开始回到自己，你就会知道，稳定不是你努力抓住的什么，而是你终于肯放开不属于你的那些东西。亲爱的，你现在的混乱只是过渡期，是你在离开旧世界，还没完全进入新世界之间的那个桥。它会摇晃，会不确定，会有点孤单，但它也会带你走进一个你真正想活的世界。在那个世界里，你不用再伪装坚强，不用再压抑感觉，不用再牺牲自己去成全谁。你可以稳稳地站在自己生命的正中央。那份稳定不是谁给你的，是你选择不再离开自己后自然长出来的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